瑞哥，最近英国抓了一个性侵犯，英国怎么形容他？他说最猖獗的性犯罪者之一。为什么？他性侵了100人。重点是，他觉得百度这些是英国人干的吗？没有，竟然是中国移民干的。就他为什么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原来他自己有特制一个东西——生命之泉。结果这东西害惨人了。对，没错。那么今年呢，英国针对2个从国外来到英国的这个等于说中国人呐，那么2个死变态，全部把他们判处无期徒刑啊。为什么？其中这个叫徐超的就找了一些朋友，利用社交的活动呢在参加一些那个社交活动。那因为他在豪宅豪华的公寓里面嘛，所以朋友年轻的人找来的年轻辣妹等等，大家不疑有他嘛，因为看他的相关的这个等于说穿着了、出手了，好像很大方这样子嘛。来了以后呢，那么就调一大堆的鸡尾酒跟大家狂欢 party 这样等等啊。这时候他就拿出了特调的鸡尾酒，做生命之泉。他说这个生命之泉喝了以后呢，你就像重生一样，让你会嗨。然后呢，他还跟他们强调说这你放心，这不是毒品，那么它是中药，看起来像不像那个中药？很像那中药他说这个是中国的中药呢，加入了以后使人振奋，使人嗨。然后呢，有些人那么就喝了嘛，喝了以后呢，有些辣妹喝了以后，砰砰砰砰砰都倒了。为什么？里面放了这个迷奸摇头丸它根本就是用镇静剂迷奸摇头丸，这样让你喝了以后，整个就失去知觉了，太离谱了。然后失去知觉了以后呢，那么他就针对这些被害的女孩子呢，那么进行性侵。对，而且他呢，除此之外，他还在自己的这个豪宅里面呢，包括浴室包括这个厕所，包括房间，因为他们有些女孩子会去上厕所啦、换衣服啦等等啦，或者这个休息啦。装针孔摄影机把它录下来，然后整个性侵的过程也把它录下来结果其中有一位女性，有一位被害人因为她自己本身那么在要晕倒的时候呢，她突然间醒来了以后呢，她发现很可怕，为什么呢？因为她说她自己把这个徐超当作朋友，就没想到呢，她的眼睛睁得大大，但身体不能动。然后他发现，那么徐超在他对他做这个拍摄的时候，还有一个人毛手毛脚要性侵他嘛。结果他跟另外一个女性被害人呢，2个人后来去报警，来了以后呢，进行搜索了以后，英国警方才在他的家里面呢找出这些被害人相关的这些录影带，还有相关的这些迷奸药等等才知道他犯了这个事情。那么事实上他也不是今年第一个英国的警方逮捕的，因为另外一位英国的博士，来自英国拿到博士学位的叫周正豪，他也是中国人，也是这一位，也是中国人。然后呢，也是中国人也是蛮有钱的。他也是用类似的手法，都是用骗女孩子呢，那么来到他住的地方，然后把他们这个等于说弄昏倒了以后呢，再加以性侵，还拍摄相关的影带最后这2位全部都被英国的警方判处无期徒刑、终身监禁。慧正讲到福建帮，会想到谁？当然是跟习近平是有关系的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习近平在这个抗战周年，他在这个所谓的军演的时候，他有特别去讲一件事情。他说：“我要活到长生不老，我要活到150岁。”那时候大家把它当成一个笑话过来看，结果没有想到，我今天看到了一件事情，头皮发麻。原来跟诚志是有关的，有一个东西，今天新闻是有曝露出来，叫做柬埔寨的生命科学院。你看到它下面特别有几个字，他说我专门做干细胞抗衰引领者，他长生不老药。我的天哪，不会是诚志给他的吧？不是，现在大家都在看到底是习近平被诚志给骗了他这一个活到150岁的梦被诚志给骗了，还是原来诚志做了这么多，骗了这么多钱，然后全部投入在这个所谓的再生不老药的情况之下，就是肩负着习近平的意志。现在这个到底是真还假到底是意志还是被诈骗？现在跨博你知道不？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原来这个诈骗的一条链到最后竟然连人都不放过，连人矿就是生出来的这个，不管是女孩子诈骗集
集团到40几岁没有办法再用美色的情况之下，还要被利用来搞这个生孩子代孕，然后从他中间生出来的孩子里面变成是干细胞，所以你会觉得让人家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啊！你刚刚提到这个重点，这个柬埔寨生命科学学院为什么会扯到跟这个诚挚的太子集团有关？因为它的网站下面直接就写什么 The Prince Holding Company， Prince Holding 不是就是诚挚的集团吗？而且呢，这个公开网站上写的地址被人家发现，它离太子集团柬埔寨总部非常的近，所以人家才认为说，天哪，不会到最后整个诈骗集团产业链里面连 baby 连最后的人矿都不放过真的是让人家觉得非常可怕。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讯息是什么讯息吗？一个博主，中国的博主，他自称他曾经卧底在诚挚的这个 KK 园区诈骗集团很长一段时间，他说他们是一条小猪仔产业链，就是说这些诈骗集团的女性到了40几岁，然后呢让她生出小孩，这很可怕，从她的骨髓抽出她的骨髓液，再做成是3管纯度最高的再生干细胞，每一管要价500万，主要的买家都是明星跟富豪，3管合计1500万，每半年要输入一次，所以说心里想说，这听起来实在是也太可怕了，这个太怪了。我以为生命科学园区它可能是做很正常的事情，那也就算。既然是对孕妇、对妇人、对小孩子来下手，我跟你讲，你现在看下去，你真会头皮发麻。对，看下去之后，发现他刚讲的生命学院这个网址现在已经因为被抄掉了，所以那个网址里面只剩下几个讯息。但是大家都发现这几个讯息，第一个生物信息大数据库，第二个干细胞技术临床转化中心，第三个干细胞与再生医疗研究院。你知道吗？下面的相关的这个讯息都跟中国。都跟湖南省相关，甚至连右下角所那个画面出来，有没有看到？这是之前有人留下来的，有没有写中文？而且呢是写健康管理部，然后还有双胞胎采集脐带血柬埔寨生命科学园区，所以你就很清楚这个。据说是他们当时网站上所一些招募广告里面，还有这个招揽客人的广告、行销广告里面所传出来的画面，有人截图，所以你就发现，你如果是在柬埔寨的生命科学园区，为什么里面的讯息会跟湖南省的一些医院，还有跟中国这一些讯息都有相关联？你看他们后面进一步在讲什么呢？这个所谓的这个生命科学园区主要的服务项目有6大项。这6大项里面有2项竟然跟中国官方的机构是有相关联的。你看左边有中国的哪些相关联机构？你看干细胞与再生医学湖南省的工程研究中心，再来湖南省的细胞备制中心，再来湖南省的细胞资料库、组织库。所以他今天光这个核心词里面。湖南4个就占了3个了。是，然后心想说，你怎么会都跟湖南省相关？还有更可怕的4个核心的资质证书，全部都来自中共官方，而且呢，都跟干细胞有相关。其中还有什么？其中一个是来自中国科技部跟财政部，另外3个也全部都是来自湖南省的当地政府的一个相关的资料。换句话说，他们这个柬埔寨的一个生命科学中心，它之所以可以在柬埔寨弄这个中心，它的官方的一个技术证明是哪里来？就是中共给的。所以你说中共后面没有是它这个的一个主要的引武者吗？我觉得有很大问号。你知道吗？一般来讲说干细胞，比如说我是孕妇，我自己愿意去抽取这个我的 baby 的干细胞，那没关系。现在这变成因为全球都少子化，越来越少人怀孕，越来越少人怀孕就越来越少新生儿，越来越少新生儿，你就没有办法产生这个干细胞，你就没有办法一圆习主席的长生不老梦，所以只好怎样？制造 baby， 把整个生产链变成制造婴儿，国有婴儿，国有器官，国有干细胞，太恶心了。真的太恐怖了，而且呢，你知道他下面还有写他说他们合作对象里面包含什么也就是湘雅体体系，也就是包括那个2级医院啦，湘雅2医院。你说湘雅2医院不就是我们之前有提过的实习医生罗帅宇，
那时候不是说嘛，他离奇坠楼，对结果被说什么哦，跟这所谓的拔器官是有关系的，是。结果你说他的合作里面也有这一家医院，是因为呢，还记得吗？这家医院那个所谓的医师啊，实习医师啊，罗帅宇，他就举报什么？他说整个医院里面进行非法的一个器官的移植，其中竟然是11岁小女孩莫名其妙就器官移植，而他器官移植的那个捐赠书、同意书上面的父亲竟然是姓谢，但他本身姓吴，到底是假父亲吗？被吓死人。第二个，另外一个一样是器官移植，然后一样是脑死的，就后来发现他的那个住宅单位停哪里，竟然是派出所，所以人家就认为从头到尾会不会根本就是故意要让这些为了窃取这些小孩子的一个器官，所以才假造这些东西。那他后来死掉之后被发现，他网络上有1000多页这相关资料。但是却被用自杀来结案，所以到底中国是不是后面的黑手，其实看起来呼之欲出。会长，我们刚刚看这件事情已经太夸张了，就你看哦，韩媒之前就有报道，中国真的搞这种人肉胶囊的，而且我跟你讲，这是在2022年出来的媒体报道，而事实上。第一次啊，韩国发现疑似有一个人体胶囊，在什么时间？竟然是在2011年呢。他们海关查获有个胶囊，就胶囊化验下去之后，竟然有毛发，而且竟然有胎儿的一个婴儿的组织。后来他们去查了之后 ，SBS 的电视台去访视之后，才发现中国有一个中小城市里面竟然把已经死掉的这些死胎制作成这个人体胶囊。所以这是真的哎，这是真的，因为后来就是查验至少几处，好像是至少6起吧。所以这样那个生命科学园区真的太可怕了，真的是太可怕了。所以这不是说好像说，你们在乱讲啊，怎么会把那个污名化成那个地步？不是，这是韩国在2011年的时候，海关就已经破获过这人体胶囊，但是当时所利用的是胎儿死胎的一个遗体，没有想到现在随着一个高科技的发展。已经开始制作婴儿，然后从婴儿身上来萃取这个长生不老的药液。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